华老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很多钓友一碰到钓鱼大师或者是一些达人的时候啊，他们对一个问题特别感兴趣，就是钓鱼的配方。但是我觉得咱们做这么长时间的节目，很少听到您跟大家推荐配方，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破个例，让大家了解一下有没有配方？没有什么破例不破例。其实我经常接到一些朋友的电话，说王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个配方？我总是说，我说你在你的地方钓鱼，我在这儿拿着我的经验，你说做一个大众化的还可以，说非常管用。你不到现场去分析或是使用，你是找不着现场的那种非常好用的配方。当今在直播当中的一些推广产品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配方说我给你那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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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他都是为了自己的这个销售或者说再说直白了，为了自己的利益。我感觉这样是对钓友不负责的若论广谱性的，非常简单，钓友呢也不要把这个呢当做一个什么，尤其是在思想，千万不要把它当做一个什么神秘的东西。春兴夏旦秋香冬浓，这是纲领性的，并不是说你必须要用哪种浓，你必须用哪种淡。所以这个配方呢还是要靠自己去找。所以说我没有什么配方给贡献给大家，但是我把这种办法这种建议提供给大家，还是让每一个钓友自己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其实民间有一句俗话叫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不同地方的水情鱼情不同，那大家的钓鱼的配方可能不一样。就以现在的鲫鱼为例，鲫鱼长得都不一样，好像也有很多种类。你比如说我们平常会讲的有白鲫有土鲫工程鲫，还有其他的一些鲫鱼的品种，我估计它分布的地方也不同，钓法是不是也不一样呢？华老师，鲫鱼是一个总称，其实在咱们国内最普遍的呢是银鲫，称呼呢不太一样。你比方说到南方，到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甚至包括福建，他们都统称你干什么，你钓什么鱼，钓白鲫。所以白鲫呢就是银鲫。而且呢咱们国内前些年比较这个盛行的还有一种叫做彭泽鲫。对彭泽鲫和白鲫呢猛一看都是一样的，但是彭泽鲫呢身形略和白鲫呢窄一点，嘴呢这个就是看着有点就是尖一点。这两年彭泽鲫好像不多了，关键是这个银鲫多。彭泽鲫呢特别容易起来，就是离地，就是我们要得知到这儿放的是彭泽鲫，在钓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想着我应该去浮钓。而这些鲫鱼品种你像还有高白鲫，高白鲫原产于咱们的黑龙江什么地方我不得详细，它喜欢浮在水的中下层，所以说高白鲫一般都不下地。有好多参加比赛能钓到高白鲫的钓友他可能有这种感受，就说钓高白鲫你钓的是好像是老是蹭线钓不着，这说明这鱼根本就不在地下。你像到日本去，日本大部分都是鲫鱼都是高白鲫，其实他们用的软竿其实大部分都钓的浮。为什么日本有些就是功能性的饵料比较多呢？它就是因为钓黑拉就是钓浮，子线也很长这个线也很细这个饵也很轻散落和膨化都很好就是因为钓这个高白鲫，才导致了他们在做鲫鱼饵当中功能性饵料这种品种它就多的原因，对于我们国内的饵料制造是都有影响的。所以说这个功能性的饵料在钓鲫鱼当中也是用的最多的。它的环境不一样，
它的地点不一样，那么它的生活习性和它的射饵规律就不一样。那么我们在钓这些鱼的时候，能不能举几个鱼种的例子，然后让大家更明白？比如说我面对银鲫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钓？注意哪些方面？我要钓这个工程鲫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方案？概括的讲，我们可以分3种鱼钓，一个是钓工程鲫，一个是钓银鲫，南方也叫做北鲫，再一个是钓土鲫。我认为，在钓法上还是有区别的。咱们说工程鲫，工程鲫是近些年来的这10几年了吧，它呢是鲤鱼和鲫鱼的这个杂交所以说工程鲫的食量特别大。我发现了，它长得也快，它的嘴也大，对，所以如果要是银鲫、工程鲫在一起的时候，你打碗工程鲫先吃，你抢不过它，它身大力不亏，或者它生长速度快的自身需求，它就抢食。就是钓工程鲫的调钓方法通常要比钓白鲫，这在正常，咱们不是在比赛池里钓华鱼你钓华鱼，你得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对付它的。说正常的，我们钓这个工程鲫，漂要调得高，同样的漂，你比方说我钓白鲫也用这只漂，钓工程鲫也用这只漂的话，那你要调得高一点。为什么要调得高因为你必须不论撮饵和拉饵都要大一些。这2年兴起的3泡用法，其实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工程鲫的，因为什么？工程鲫的食量大，只有大量的往下投放，散落一些饵料，能把这个工程鲫游过来。那么在经济池里有这种现象，在一些这个放养、这个投放工程鲫的这种水域它肯定也是倾向于你看哪里有吃的，说哪里有吃的，能看那个很明白，这很多，所以说这个来抢那个来抢这样呢，一个是因为它食量大，所以说它这个自身的这种性能它就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你比方说这个一只2号漂，同样的水深，2个池子一样的水，但是这边是白鲫，这边是工程鲫。如果说我钓工程鲫，我可能钓到8目、9目，甚至10目。为什么？饵你得挂得大，而且呢，工程鲫还喜欢跟着上来抢。对，它有个顶漂。所以你要是漂调得太低了，一个是你的饵太重，下身快，对，是吧？到位漏的还不多。你说鱼一蹭，这钓了2目就下去了。所以是要调得高一点呢，漏的3目、4目能放一个信号，或者真吃或者假吃你就能把它钓上来。当然线的粗细是根据鱼的快慢。你像鱼要强要快，你的子线就要粗点，甚至你的主线也要粗点，你的钩要大点。说这鱼半天来一个，是不是也需要那个大点？你半天来一个这个工程鲫，你的撮的饵和你拉的饵一定要比白鲫还得大一些。应该说工程鲫偏向香。为什么偏向香？这与它的发源地是有关系的，这就是在南方。南方的水温相对的要高，这个又像咱们人一样。你像北方的人呢，这个到冬天来点这个牛羊肉，来点火锅总是得有蛋白含量高的一些补充能量快的这些东西去生活。那么到南方呢，我吃点米，来点青菜这个顺便带点这个肉类的。其实这就叫生活环境，这也叫一方水土养一方鱼它不是养人了。那么工程鲫的这种特性呢就显现出来了。所以说我们钓工程鲫趋向于香，而且香味呢越浓。这就是说浓它是对工程鲫的诱惑力就是在水下的穿透力它可能就要大一些，它的鲫鱼的速度呢就要快一些，它的咱们挂的饵大一点，这个拉的饵大一点的话，是诱鱼的作用能起到了导致现在咱们在竞技场上钓工程鲫和钓白鲫，钓工程鲫大家是一个气儿的3泡，
啊，大家都非常习惯。当然，在自然水域里呢，大家可能不用散泡，我就是无非搓的大点儿啊，这个饵。当然，如果你要会调，你把这饵调到非常好的状态下，你比方说入水就散落，啊，比方说我拉的饵特别大，饵还很蓬松，这个呢，对钓这个工程机都是有好处的。其实这2年钓这个工程机我也是摸索的。过去，比赛的时候，我在竞技场上那些年，一般的钓场都不放工程机。现在为什么多了呢？有2种原因，一工程机便宜，经济决定了便宜，所以说这个鱼塘老板啊，他就想着这个便宜啊，但是好吃它不如鲫鱼好吃，不如白鲫和银鲫好吃，是的，但是银鲫它又比土鲫还不如土鲫好吃，这个呢好吃不好吃还决定了它的水质，啊，这个地方的自然水域，因为自然水域的鱼它是吃各种东西。说野生的东西呢，通过现在的人的这种思维啊，它就比那个养殖的要好。所以说工程机啊，它是一个是便宜，第二呢，它长得快，第三个工程机还特别成折腾。啊，这钓一会儿放进去，钓一会儿放进去，老是折腾来折腾去的，还活力很高哈。所以说这个杂交的东西啊，往往它就是抗造的能力特别好。